现在这波美股最拧巴的可能不是亏钱的人，反而是已经赚钱的人。亏钱的时候大不了认栽躺平等下一轮机会，可账户里有浮盈的时候人最难受。卖了吧，怕后面继续涨，踏空也很难受；拿着吧，又怕哪天一根大阴线下来，几个月的利润一下被打回去，甚至本金也被拖进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个很实用的问题，手里有仓位又不想现在卖，能不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先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这里要讲的是海鸥策略，它不是让你稳赚，也不是让你躲开所有下跌，它解决的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你已经有一笔浮盈，又担心短期回撤的时候，怎么用期权把一段常见的下跌风险先挡住，而且成本尽量压低，甚至接近零。先看现在的市场背景，这几个月纳指从阶段低点反弹了将近 35%，AI 底层相关的公司里股价翻倍的也不算少，很多人的账户浮盈可能比过去一整年赚的还多。但问题也在这里，通胀数据又有点抬头，加息预期又开始升温，本来市场在等降息，现在又变成可能还要再加一次，甚至降息时间要往后推大半年。这种预期一变，盘面就很难受，涨的时候犹犹豫豫，跌的时候一点不客气，隔三差五来一根单日 5% 的大阴线，很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你手里拿着股票，本来赚的好好的，突然一天跌掉 5%， 几万块浮盈没了，你脑子里一定会冒出几个问题，这是正常回调还是行情反转？我要不要先跑？可万一我跑了，它第二天又涨回来呢？这就是很多散户现在的状态，涨了焦虑，跌了更焦虑，赚钱反而变成了压力。一说到对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买 put， 也就是买认沽期权，这个思路没错。买了 put， 股票下跌的时候就有保护，相当于给持仓买保险。但真正的问题是，保险很贵。拿英伟达举个例子，一张1个月到期的平价 put， 权利金可能接近$1000。你如果持有100股，想对冲这一手仓位，先要掏出$1000。如果行情没跌，这$1000就没了。很多人一算账就舍不得，股票1个月能不能多赚$1000都不好说，先拿$1000出去买保护，如果横盘3个月，对冲成本就吃掉$3000，那还怎么赚钱？所以散户不是不知道对冲好，而是觉得成本太疼，买心疼钱，不买心里慌。海鸥策略就是用来处理这个矛盾的，它的思路不复杂。普通买 put 是你单独花钱买保护，海鸥策略是你一边买保护，一边通过另外2笔期权交易把保费赚回来。这个组合有3条腿，你先买入一张 put 给下跌做保护，然后卖出一张 call 收一笔权利金，最后再卖出一张行权价更低的 put 再收一笔权利金。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样，你想给手里的股票买保险，但保费太贵，于是你做2个承诺来换保费。如果股价涨到某个高位，你愿意把股票卖掉，所以你卖出 call 收一笔钱。如果股价跌到某个低位，你愿意再买入一批股票，所以你卖出低价 put 又收一笔钱。这2笔收入加起来刚好覆盖你买保护的成本。这样算下来，你没有额外花太多现金，就拿到了一段下跌保护。但这里一定要说清楚，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到低成本保护就要接受2个边界，上面有天花板，因为你卖了 call， 如果股价涨过 call 的行权价超过的部分你赚不到，你的收益会被封顶。下面也有边界，因为你卖了更低行权价的 put， 如果股价继续跌破那个位置，保护就不再继续扩大，再往下跌的新增损失你要自己承担，而且你还可能被要求按约定价格再买入100股。所以海鸥策略不是万能保险，它更像是用你能接受的上方和下方边界换中间那一层常见回撤的保护。很多人一听零成本对冲，就以为以后只赚不赔，这个理解很危险。零成本只是说你不额外掏现金，或者现金成本很低，你真正付出的是机会成本，还有极端行情下的风险承担。这笔账划不划算，要看你的持仓、你的计划，以及你愿不愿意接受这2个边界。如果你觉得市场已经涨了不少，短期不太像单边暴涨，反而可能回调 10% 左右，那海鸥策略就有它的位置。你放弃一部分小概率暴涨的收益，换一段更现实的回撤保护，而且成本很低。我们直接用英伟达的例子来看，假设英伟达现在$120，你持有100股，想给未来1个月做对冲。第一步，买入一张1个月到期，行权价$115的 put。这张 put 的作用是，只要到期股价低于$115，你就有权按$115卖出股票。也就是说，从115往下的那段下跌，有这张 put 帮你挡着。假设这张 put 的权利金是$8一股，一张合约就是$800。第二步，卖出一张同样到期，行权价$130的 call。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到期股价超过$130，你需要按$130卖出这100股。
你收取这张 call 的权利金假设是 4.5 美元一股，也就是450美元。第三步，再卖出一张同样到期、行权价100美元的 put。如果到期股价低于100美元，你需要按100美元再买入100股。你收取这张 put 的权利金假设是 3.5 美元一股，也就是350美元。现在算账，买115 put 花800美元，卖130 call 收450美元，卖100 put 收350美元，两笔收入加起来刚好800美元，覆盖了买 put 的成本。这就是一个接近零成本的海鸥组合。那到期以后会出现几种情况，如果股价在115到130美元之间，结果基本就跟直接持有正股差不多，涨了你赚，跌了你亏。但因为对冲成本被覆盖了，你没有额外付出大笔保费。如果股价跌到115以下，但还在100以上，你的亏损大致锁在115这个位置，也就是从120跌到115的5美元，一手100股就是500美元。后面再往下跌的那段由你买的115 put 承担，这就是保护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股价直接跌破100美元，比如到了90美元，情况就变了。你买的115 put 还在赚钱，但你卖出的100 put 也开始亏钱。100美元以下，每继续跌1美元，你又要开始承担新的下跌损失。更重要的是，到期你可能要按100美元再买入100股，所以低价 put 不是随便卖的，那个价格必须是你本来就愿意加仓的位置。如果股价大涨超过130美元，比如涨到140美元，那你正股当然赚钱，但卖出的 call 会抵消130以上的收益，最后你的最大收益会被锁在130附近，再往上就不是你的了。你看海鸥策略的结构很清楚，中间有保护，上方有天花板，下方跌破以后风险重新回来。它不完美，但它把不确定的波动变成了几个你提前知道的边界。对于高位持仓又不想马上卖的人来说，这个工具的价值就在这里。再看实战里的用法，之前市场遇到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时，有人用 QQQ 做过海鸥对冲，事件出来以后，市场直接跳空低开，指数单日大跌，很多人一天就亏掉好几个点的利润，慌忙割肉的不少。但提前做了海鸥对冲的人感受就不一样。我身边有个朋友，当时手里有几百张 QQ 的对冲组合，事件发酵那天，对冲端的盈利覆盖了正股下跌，最后整个账户没有亏，反而净赚了3640美元。这里别误会，做对冲不是为了赌黑天鹅，也不是为了靠下跌赚钱，它真正的作用是让你在突发下跌的时候不至于乱操作。很多散户亏钱不一定是输在行情本身，而是输在慌乱。原本只是一次回调，结果自己下的卖在低点，后面涨回来又不敢追，几次来回钱就这样被磨掉了。有对冲以后你心里有底，你知道大概会亏到哪里，知道哪一段下跌已经被挡住，这样你才能冷静看盘，而不是被一根大阴线牵着走。对冲保护的不只是账户数字，也是在保护你的决策状态。再看6月份那次，当时加息预期升温，市场都在讨论美联储可能还要再加息，指数涨涨跌跌，横盘震荡了快半个月，很多人每天盯着盘面，生怕哪个数据出来就砸盘。那时候也有人用海鸥策略做 QQ 的保护，结果整个6月过去， QQ 基本横盘收尾，并没有大跌。那这次对冲是不是亏了？要看你怎么算。当时搭建这个组合净成本大概300美元，也就是说你花300美元买了1个月的下跌保护，也买了1个月不用太焦虑的状态。如果只看结果，市场没跌，这300美元好像花的不值。但换个角度想，这1个月你不用每天因为小波动睡不好，不用反复纠结卖不卖，也不容易因为恐慌把仓位砍掉。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稳定性是有价值的。更何况横盘震荡最容易把人洗出去，很多人就是在这种行情里卖飞的。后面市场继续涨，自己反而踏空，那种损失可能远远不止300美元。投资里有一笔账，很多人不算，现金成本看得见，心态成本看不见。可真正让人亏大钱的，往往就是焦虑和冲动。指数可以用，个股也可以用，比如特斯拉。特斯拉的股性很活，波动也大，财报、发布会或者公司相关消息出来的时候，单日涨跌10几个点并不罕见。持有它的人心理压力确实会更大。之前市场有过一种预期，认为 SpaceX 的相关动作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市场资金，从而给特斯拉股价带来短期压力。当时不少特斯拉持仓者就很纠结，卖吧，怕事情落地以后利空出尽，股价反而上涨；不卖吧，又怕真跌下来，浮盈回吐太多。这种事件窗口期，海鸥策略就比较适合拿来做临时保护。你不用先把股票卖掉，只需要用很低的成本，甚至接近零成本，做一个短期对冲。事件落地后，如果真的下跌，中间那段有保护垫，要是没跌，反而继续涨，你也还在场内，至少能吃到大部分涨幅。对个股来说，海鸥还有一个好处，
你卖出的那张低价 put 可以放在你本来就想加仓的位置，比如你觉得特斯拉跌到某个价格就比较划算，本来就愿意买，那你把低价 put 的行权价放在那里，如果没跌到，你收权利金；如果真跌到了，你按原计划加仓，还提前收了一笔权利金，等于把加仓成本又压低了一点，这才是比较健康的策略思路。不是为了做期权而做期权，而是让期权服务你的交易计划。你本来想长期持有，本来愿意低位加仓，那海鸥策略只是把这些计划组合起来，同时把对冲成本降下来。如果要自己上手，先抓住几个关键点。最重要的前提是你手里要有正股，而且最好是100股的整数倍。每股期权一张合约对应100股正股，你没有正股，单独去做这3条腿，那就不是对冲了，而是投机，风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只正股必须是你本来就愿意继续持有的，不要为了做策略，临时买一只自己都不看好的股票，那就搞反了。到期时间一般优先看30天以内，也就是1个月左右。原因很简单，期权的时间价值在最后1个月衰减比较快，你卖出的 call 和 put 时间价值掉得越快，对你越有利，组合成本也更容易压下来。如果你选3个月、半年这种太长的合约，买 put 会更贵，卖期权收到的权利金未必能覆盖成本，净成本高了，海鸥策略的优势就弱了。而且这个策略本来更适合处理短期风险，比如1个月内的加息预期、事件冲击、回调压力，太长期的风险用它不一定合适。行权价怎么选也要有边界感。买入的保护 put 一般放在当前股价下方 5% 到 10% 左右，太贴近现价保费会贵，离现价太远保护又来得太晚，比如股票跌了7、8个点都还没进保护区，那对冲意义就弱了。卖出的 call 一般放在当前股价上方 10% 到 15% 左右，这个位置最好是你认为短期内不太容易涨到的地方。如果真的涨到了，你也要能接受在那个位置卖出，这样就算被行权也不至于太难受。卖出的低价 put 最好放在你愿意加仓的位置，通常可以看当前股价下方 15% 到 20% 左右。波动大的股票可以放远一点，波动小的可以适当近一点。关键不是数字死不死，而是那个位置你能不能真的接受。策略建好以后也不是放着不管，如果股价大涨接近你卖出靠的行权价，甚至已经超过了，你要提前想好，我愿不愿意在这个价格卖掉正股。愿意那就等行权，不愿意还想继续持有，那就考虑移仓，也就是 roll over， 把快要被行权的 call 买回来平仓，再卖出一张到期更晚、行权价更高的 call， 这样可以把收益天花板往上抬，也把时间往后延。代价是你可能要补一点差价，对冲成本会增加一点，值不值要看你对这只股票后面的判断。如果股价已经涨很多， call 的价格也被顶得很高，就别装作没看见。到期被行权以后，股票卖掉了，后面再涨就跟你无关了。尤其是你本来想长期持有的标的，别因为懒得调整把仓位卖飞。如果股价大跌，跌进2个 put 中间的保护区，先别慌，这本来就是海鸥策略要处理的区域，亏损大致已经被锁住，按计划观察就行。但如果跌势很猛，快要跌到你卖出的低价 put 附近，就要重新判断你是不是愿意在那个价格加仓。如果愿意，那就按计划来，真被行权也是在你事先接受的位置买入。如果不愿意，或者你觉得后面还可能继续大跌，就要考虑把那张低价 put 平仓，解除买入义务。这样可能会亏一笔钱，相当于提高了对冲成本，但可以避免后面更大的被动风险。还有一种做法是把整个海鸥组合平掉，再根据新的股价重建，把保护区间整体往下移。策略是工具，不是自动驾驶。行情变了，你的处理也要跟着变。这里还有几个常见错误，最好提前避开。最危险的是裸做海鸥，没有正股却去卖 call 卖 put， 这就不是给持仓上保险，而是在赌股价待在某个区间里，一旦股价单边大涨或者大跌，亏损会很难控制，这个坑不要碰。还有人喜欢选很长的到期时间，觉得保护久一点更安心，但到期越长，买 put 的成本通常越高，卖 call 和卖 put 收回来的钱不一定够，最后净成本上去，零成本对冲的意义就弱了。时间拖得越长，中间变量也越多，策略更难管理。另一个问题是股价已经大跌以后才想起来对冲，很多人涨的时候不怕，觉得还能涨，跌了一大截才开始慌，赶紧买 put， 可这时候市场波动率往往已经起来了， put 会变得很贵，再去打海鸥，成本未必压得住，性价比也就下来了。对冲更适合提前做，市场还平静，股价还在高位，波动率还没起来，这时候保护通常更便宜，等雨已经下起来，再想修屋顶就比较被动了。还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是为了多收一点权利金，把行权价放得太近。
卖 call 的时候离现价太近，股价稍微一涨就可能被行权；卖低价 put 的时候放得太高，股价稍微一跌你就被迫加仓。别忘了，卖期权的目的是降低对冲成本，不是为了贪那一点权利金，为了多收几十几百美元去承担自己本来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这笔账并不划算。讲到这里，海鸥策略的核心逻辑应该就清楚了。它适合什么人？适合手里已经有正股、有浮盈，不想马上卖，但又担心短期回撤的人。它不适合什么人？不适合没有正股，想靠期权组合短线赌方向的人，也不适合不愿意接受收益封顶或者完全不愿意低位加仓的人。你要把它当成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赚钱机器。真正有用的地方是帮你提前设好边界，涨到哪里我愿意卖，跌到哪里我愿意加，哪一段下跌我要保护。想清楚这些再去搭组合策略才有意义。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想清楚，只是看到零成本3个字就冲进去，那反而更危险。最后我想说，牛市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不是机会，而是风险。熊市里大家都知道要谨慎，真正容易出大问题的往往是牛市。账户不断新高，赚钱效应越来越强，人就容易觉得自己能一直赢，甚至觉得回调也没什么。可市场不会因为你有浮盈就对你温柔一点。一个急跌下来，利润没了，心态乱了，操作也变形了。很多人不是没赚过钱，是守不住赚到的钱。对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会让你一夜暴富，也不会帮你抓住所有上涨，但它能让你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更稳一点，不至于因为恐惧乱卖，也不至于因为贪婪完全不设防。海鸥策略只是其中一种工具，能不能用，怎么用，行权价放在哪里，最终还是要看你的仓位、成本、风险承受能力和交易计划。今天聊的内容只是个人经验和思路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期权有杠杆，也有被行权的风险。真正操作前，一定要把规则、最大风险和最坏情况算清楚。拿不准的地方，先咨询专业投资顾问。市场有风险，入市要谨慎。